那我们再从它的业绩来看的话，大家记得吗？我曾经教过大家，过前波高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什么关键 K 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持续收看878投资传承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哪一家上市公司呢？我们要介绍信邦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产业的概况。我想持续的几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我们要告诉大家的结论就是说，电动车呢是未来发展的主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呢，对整个电动车市场来讲话呢，中国市场它占的比重65%，是居于全球的首位。那其次是欧洲的比重大概是25%，美国的比重是10%。所以从这个比例来看起来，我们就知道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。还有整个电动车呢，它的年复合成长率，就是说从2021到2025是超过了45%，是一个高度成长的产业。好，那整个电动车的成本结构呢，它的有高低来分的话，最高的话是在动力电池这个地方大概占30%，然后驱动系统大概12%，那车用电子9%。那讲到这里呢，大家就会发现电动车的特色呢，跟过去的燃油车比较起来，就是说电子方面所占的成本比重会比较高。好，那我们要讲878投资传承呢，是为你做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，带您走向财务自由的捷径。所以请你支持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持续介绍信邦的营运分析。我们在介绍这家公司之前呢，它是一样是做连接器的，有做连接器及连接线的模组厂商，而且它长期的发展是以利基型的产品，然后分散到各个产业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它就有在医疗保健，还有汽车航太，还有绿色能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绿色能源这个地方营业比重就占了25%，还有工业应用这个地方是28%，还有通讯应用这个地方24%。所以它产业这个地方呢是相对比较分散，比较不会受单一产业的影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连接机的产业流程图呢。上个礼拜我们也看过，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，连接器这个产品呢，它上游呢原料会受到一些铜、塑胶粒的变化然后会去影响到它的毛利率变化。那接下去我们把这些原料组装起来呢，就会变成了线材跟连接器，然后就变成最后的一个连接的模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以信邦来讲，它在车用领域方面呢，它不但有发展到车用电动车方面，有包括了车用的充电，还有电动车的充电桩跟充电枪都有。那其他我们看电动相关的一系列的范围是非常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财务分析的部分。那讲到财务分析，我们每次都会讲股东权益报酬率。那它最主要就是用税后净利去除有股东权益，然后我们去看它就说我股东投资下去我的报酬率是多少，或者呢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净利率、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3个去看，对于股东权益报酬率的贡献率是多少。好，那我们以信邦这家公司来看，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家公司，我们会发现信邦是一个好公司。你看它的 ROE 的部分，从2018年到2022年持续的就是慢慢的缓步的往上做增长，而且它都维持在怎么样20% 以上。然后我们看它的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呢，也是逐步的往上平稳的往上走。那在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变化不大，那权益乘数这个地方也是不多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，这家公司就是因为它比较分散，虽然会受到一些原物料的变动影响，还有销售产品的组合变化。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过车厂在电动车降价之下，零组件这个地方也会受波及。不过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，它的产业应用范围比较广，所以不会单一受到某一个产业的影响比较大。还有汇兑损益这个地方也会影响到它的变化。可是近几年来的 ROE 和获利的变化来的话，整个情况是比较平稳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看它季报的部分那2023年呢，它的车用产品渴望随着我们前面介绍的电动车高速成长之下，那法人预估这个营收呢，在电动车车用的部分成长就高达2%以上。绿能也会受惠全球节能的趋势，还有风电的布局。那法人预估这一块也可以成长个15%以上。所以说工业跟医疗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2023年这个地方呢，它的获利成长率是6%，然后到2024年持续的成长。讲到这边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已经从财报分析看
看得到它什么未来的股价走势的趋势了。所以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知道这只股票的股价怎么样，不断的在创新高哈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从2011年到2014年这个地方呢，它中间其实经过了1高、2高、3高、4高，可是怎么样，它拉回守了1/2，所以怎么样，上涨 N 型怎样在扩大哈。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地方就长达13年的时间，那不用我讲，大家这边一加上去就可以知道怎么样，它未来几年是在走整个扩大 N 型的趋势。那我们再从它的业绩来看的话，大家记得吗？我曾经教过大家，过前波高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什么关键 K 棒？那关键 K 棒这个地方呢，过关以后看它拉回有没有守支撑，如果有守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很容易走什么成功上涨。好，那讲到这边大家就知道啦，这档个股以它目前的业绩发展，然后都可以平稳的在2023年各个产业不景气之下，它都可以维持持续的成长。所以后续呢，我们觉得它走成功上涨 N 跟正常 N 盘涨的几率会相当比较高，再加上说它的产品范围各个产业比较分散，不会受单一产业的影响，这2个几率会比较高。那除了公司决策失败，或者说竞争对手加入的话，才会有失败 N 跟倒 N 型。所以讲到这边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在那个信邦这个地方呢，长期的趋势就是看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介绍跟电动车相关，而且是业绩都非常漂亮。那下个礼拜要介绍下个礼拜的股票，我们之前有介绍过。OK， 那讲到这边的话，敬请期待咯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